周二在青岛，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会见来华访问的韩国外长朴振。此前一天，朴振开启就任以来的首次访华之旅，这也是尹锡悦政府成立以来首派高官访华。为何选择这个时间点？中韩对美方发起的芯片四方联盟的讨论，何以成为最受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来看报道。针对中韩外长的青岛之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二表示，今年是中韩建交30周年，两国关系面临深化发展的重要机遇。这次访问是朴振外长首次访华，也是韩国新政府上台后首个访华的高级别团组。中方愿同韩方以此访为契机，加强沟通、聚焦合作，推动中韩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势头。韩国外长朴振行前透露，此行要与中方商讨的3大重点议题是朝鲜半岛无核化的问题、保持全球供应链稳定以及文化交流和双边经贸的问题。深圳卫视注意到，韩国总统尹锡悦此前罕见对媒体表示，他指示韩国外交系统向中国解释，韩国在美方发起的芯片四方联盟问题上不是露骨的加入反华阵营，暗示韩方受到美国压力。尹锡悦还表示，若已产生误解，外交部应积极开展外交，消除有关误解。朴振则对媒体强调，中国是韩国最大贸易伙伴国，在供应链方面地位重要，韩国有必要在稳定供应链方面强化与中国的沟通和对话。此外，针对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朴振说，韩国政府尊重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没有改变，同时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也是本地区整体安全和繁荣所必须的。那么韩国作为中等国家，它与大国霸权国的战略目的不同，它比起扩张影响力、权力竞争等等，更希望地区的稳定和和平。那么另一方面，韩国确实也有一定程度的能力发挥平衡的这种作用。那么美国施展的一系列地区战略都需要地区同盟的配合。那么军事安全方面需要同盟提供前沿基地，那么经济方面需要地区同盟共同参与经济框架。那么韩国等地区国家、中等国家就可以起到一种避免排他性地区经济框架的出现，确保国际贸易的自由开放这样的一种作用。韩国 MBC 电视台分析说，在中美战略竞争激化的背景下，中韩外长会谈针对芯片四方联盟的讨论成为最受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朴振行前的这番话主要是想极力消除中国对韩国加入芯片四方联盟预备磋商会议的误解。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韩方已告知美方有意参加预计在8月底或9月初召开的芯片四方联盟预备会议，但这并不意味着韩国已经决定要加入该联盟。韩国《每日经济》上周日的报道披露，韩国总统府牵头制定的内部方案是，先以规则参与者的身份参加芯片四方联盟预备会议，并在会上提出自己的方案，如能得到支持的情况下，再决定今后是否加入联盟。据报道，韩方准备在预备会议上向美方提出，韩国希望芯片四方联盟可以遵守2大原则：一是参与国应尊重中国强调的一个中国原则；二是不提及对华进行出口限制。韩国政府一名官员表示，芯片四方联盟目的是为了相关国家能在半导体产业发挥协同效应，而不是在技术上孤立中国的技术安保同盟。按照今年3月美方提出的芯片四方联盟概念，美方向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发出邀请，意在组建一个美国出芯片设计技术，中国台湾地区负责代工，韩国负责存储器芯片及代工，日本负责材料、零部件、设备应用的封闭式半导体协作联盟，企图遏制中国芯片产业。美方提出芯片四方联盟概念后，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很快就答应加入，而韩国没有给出明确说法，这让美国十分不满。美国总统拜登5月访问韩国时，亲自与韩国知名半导体企业的企业主见面，拉拢他们。7月，美国财长耶伦访问韩国时，再次在首尔敦促韩国在半导体产业领域减少对华依赖。佩洛西近期访韩时，据传再次对韩国政府施压。据韩国媒体报道，美国已经下达最后通牒，要求韩国在8月底之前答复是否加入芯片四方联盟。